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还是继续聊聊加拿大房地产方面的话题啊。如果要分析加拿大房地产的走势啊，就不得不看一下加拿大目前的经济情况。我们一块先来看一组数据吧。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啊，加拿大经济在第三季度强劲反弹，第三季度 GDP 增长率达到 40.5%， 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增幅。之前最高的记录呢是1965年第一季度创造的，当时的增幅呢是 13.2% 啊。这个数据虽然不错，但是远远低于很多经济学家的预期啊。之前经济学家们的预期是 47.6%， 这个数字呢比之前的预测低了7个百分点啊。第三季度的增幅啊，主要是7、8、9 3个月对二季度停摆的餐馆等一些受到严格限制的行业放宽了限制，很多类似的企业呢就开始重启了。但是呢，现在加拿大处在疫情第二次大爆发之中啊，非必要的行业呢又开始停摆了，受到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啊。所以很多经济学家预测第四季度啊仍然会增长，但是它的增幅呢肯定会远远小于第三季度啊。很多人可能都在关注明年加拿大房价究竟怎么样。加拿大 Remax 地产公司预测明年可能是 4% 到 6% 的健康增长。他们认为房屋供应不足的情况未见改善。其实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房屋供应不足可能主要指的是独立屋啊。前面我们已经分享过了，加拿大多伦多、温哥华这些大城市的一些公寓啊已经供过于求了。实际上那独立屋的话，我觉得还要看未来几个月的数据吧，尤其是接近40%延迟支付贷款的人，他们在未来几个月内能不能恢复正常的月供，这个数据呢非常重要。如果他们不能恢复正常月供呢，这些人可能就会转为卖方，市场上独立屋的供应就一定会增加。有一个来自大多伦多地区建筑协会的数据啊，可以印证我的看法。数据显示，大多伦多地区10月份新房总销售量4254套，同比呢下降了 10%。独立屋包括半独立屋、联排别墅在内的住宅的销量呢，同比却增长了 44%。而新公寓的销售呢，占新房销售量的2340套，同比呢下降了 32%。多伦多建筑协会总裁戴维在一份声明中说啊，当我们回顾这一极不寻常的年份，很明显，对我们行业建造的房屋的需求不会增加。今年疫情导致了人们对房屋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啊，一些大城市市中心的房产供应呢正在飙升，而买家呢迅速消失。在疫情爆发之前啊，市中心的公寓就很容易找到租客，但是现在就难了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以前在市中心工作的人啊，他们现在改为在家里工作了，完全不必要住在市中心了。第二呢，是现在加拿大的大学呢都是上网课，大量留学生对公寓的需求呢也没有了，也消失了。第三点呢，就是像 Airbnb 之类的短租也急剧下降了。就加拿大央行自己都说啊，经济的全面恢复至少需要2年的时间，还月供的人啊未必能扛那么久。所以如果你要打算买市中心公寓的话，那我就建议你暂时搁置计划吧。那么郊区的房子现在能买吗？现在的热度还没完全降下来，再加上目前整个加拿大还处在2次疫情大爆发期间啊，所以未来的经济充满着不确定性。有一点我们是可以100%确定的，那就是像多伦多、温哥华、蒙特利尔这些大一点的城市，他们的房地产市场呢一定会出现调整。于是呢，我又找到了一个证据可以印证我的看法，那就是加拿大最大的银行啊，也就是加拿大皇家银行，这周呢修改了他们对房地产价格的预测，他们把自己的预测下调了1倍。他们表示啊，加拿大房价的下跌力度正在加大，他们预计房地产的价格啊将在全国范围内从峰值下跌约7%。这几乎是他们在大流行初期所预期的房价下降的2倍。而且他们说啊，因市场而异，房价被高估最多的地区啊，可能会出现急剧的下跌。这周加拿大皇家银行举行了季度收益电话会议，他们分享了接下来几个季度的准备情况。加拿大皇家银行的首席风险官重申了他们对房地产价格的预测。他说，随着情况变得更加清晰啊，他们正在给予房地产预测更大的重视。他们现在认为啊，房价可能下降 8%， 并一直保持低迷，直到2023年末。加拿大皇家银行在今年早些时候啊，他们预测抵押贷款的拖欠率将上升 2.3%。现在呢，他们就不那么乐观了，他们预计抵押贷款违约率将上升，更高的拖欠率即将到来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还要急着出手呢？我的建议啊，就是从现在开始多看少动，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今后呢，我的频道还会持续关注和分享加拿大经济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变化，欢迎大家订阅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内容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